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那常常呢，在网络上就会看到有人就是在攻击犹太人，就会说现代的在以色列居住的犹太人呢，早就不是圣经2000年前的犹太人了。那面对这样子的指控呢，我觉得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可能会对大家比较有帮助。那首先要知道的第一点呢，就是要知道犹太人为什么称为犹太人。那其实，在圣经他们一开始不是称为犹太人嘛，那个时候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然后到了应许之地，在旷野的路上呢，其实神就跟他们说要来盖一个会幕，因为神要居住在他们其中。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神给他们了很多的律例典章，所以他们就进入了这个一神崇拜的这个信仰里面，被神作为一个拣选出来的民族。那进入到了应许之地以后呢，他们就是有12个支派，就在神给他们的指定的产业上面居住。那12个支派的那个信仰的中心呢，就是神后来让所罗门盖的这个圣殿啊，不是这个是第2圣殿时期。第一圣殿呢，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背逆神，所以就是在西元前586年的时候被摧毁，那他们就回来了，重新盖圣殿。那第2圣殿呢，其实在不同的阶段就盖，一开始是所罗巴伯盖嘛，后来有希律王扩建。那所以通常我们现在看到圣殿这种模型呢，就是比较美丽的，就是希律王他盖的。那我们讲到希律王，大家就会有印象，因为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记录到，就是他要杀耶稣，他要杀那个生来就要做弥赛亚的王，所以我们都知道有这个人存在。那事实上他确实存在，然后他有很多的遗迹都是他盖的。然后除了圣殿山的遗迹以外，整个平台很大嘛，那个是希律王留下来的，还有西墙，然后还有该萨利亚，还有马撒大、希律堡，然后还有在希伯伦的这个先祖墓，也都是希律王他所盖的。那一般反对以色列的人呢，讲到这里，他们可能都还可以接受，但重点就是 OK， 那从耶稣时期到现在的犹太人，他们不觉得这里中间有一个关联性，可是事实上是有的。我现在要来告诉大家为什么。那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西元70年的时候，就是犹太人起义，因为他们不想要被罗马人统治。可是第一次起义失败了，那他们就没有了圣殿。西元132年的时候，他们又再做一次起义。那这一次起义呢，是犹太人连圣城他们都不能进，就永远的被赶出耶路撒冷。一直到西元3世纪拜占庭时期，已经换了另一批人了，那才有让犹太人在圣殿被毁日的那一天去西墙那边去哭，那所以西墙才有哭墙的这个名称的由来。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什么事情，就是其实第一个就是 OK， 圣殿被毁后，犹太人一定是去了一个地方，他们被罗马人掳到欧洲去，这是他们的去向。那第二个是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一直都还有少数的犹太人存在，他们没有离开，然后他们也没有放弃他们作为犹太人的身份，也不是只有耶路撒冷才有犹太人存在。其实像是加利利，像这个地方呢是哥拉汛，在西元4世纪到7世纪的时候，都有犹太人继续居住。那这个呢，就是哥拉汛的会堂留下来的一个美丽的遗迹，会堂的一部分。那这是另外一个遗迹，年代也是在西元4世纪到7世纪的拜占庭时间。然后在这个遗迹上面就有金灯台，代表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一直都有犹太人继续存在。被掳到欧洲去的犹太人，他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现在呢，就在一个我超级喜欢的特拉维夫的博物馆里面。那这一区也是我超级喜欢的一区，它就是在展示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会堂的模型。那其实我们因为现在大家地球村会觉得说个人的信仰是什么，这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不会知道。但是呢，其实在中世纪或者更古老的世纪，他们都是比较保守的社会，所以一个人他一定是有一个信仰的，他们家是什么信仰，这个人就绝对会是那个信仰。你就想可能如果你们身边有穆斯林朋友，他一定会觉得他生下来就是穆斯林，他不会觉得说他可以有自由去选择其他的宗教。那也许就是他后来有选择，那可能就是别的故事了。但是一般来讲，你是爸妈什么信仰，你就会是什么信仰，这是一个传统社会的一个结构。
那在欧洲的基督教的社会里面，基本上大家都是基督徒嘛，因为全部的村庄的人都是基督徒。如果有人不是基督徒的话，那就会很明显。那个就是当时犹太人的情况。犹太人他们没有公民的权利，他们是一直到19世纪的时候才有公民的权利。在欧洲的基督徒，他们有自己的族群；那在欧洲的犹太人，他们有自己另外一个小小的族群。那这个人数的比例也是差很多的。所以犹太人他们就是一直锁在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族群里面。我打个比方好了，有人可能去美国会发现说，有些住在美国很久的华人，不管是从哪里去的华人讲中文的人，因为他的生活圈都是讲中文的朋友，他买菜的地方，他工作的地方都讲中文就可以了，所以可能去美国了20年、30年，也还是不会讲英文。那这很有可能嘛，因为他的生活圈就是锁在一个小小的地方。那犹太人的生活圈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犹太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有自己他敬拜祷告的地方。那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可以知道说经过了2000年，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被同化？第一个就是现实层面来讲，他们一直是到西元19世纪的时候才开始有平等的权利。在那个之前，其实没有人要跟他们平等，他们永远就是外邦人，他们永远都是一个异族的人，不会被基督徒被看为平等。如果说基督徒更早的就开始平等的对待犹太人的话，那也许现在我们很难会知道谁是犹太人，因为大家都已经被同化了，可能已经是什么1%、5%的犹太血统。可是因为犹太人他们一直都是在自己的族群里面，所以他就是爸妈都是犹太人，或者是妈妈的爸妈是，然后爸爸是一边是一边不是，反正他们都还是知道说自己的祖先是来自哪里，是不是犹太人。那如果他知道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犹太人，都是住在犹太村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反驳说其实你爸妈不是，因为他就已经知道他爸爸妈妈是犹太人。就像是有人他不需要去证明说他爸爸妈妈是客家人，或者是他爸爸妈妈是福建人，他没有必要去证明这一些事情，他就是知道，因为这已经是在他们家的文化里面了。那再来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还是很自豪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选民，即便说他们已经流亡到世界各地，但是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民族的信仰的这个起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呢，在欧洲你可以看到他们很多的犹太会堂，他们最神圣的那面墙是哪一个？就是他们放妥拉的那个柜子，妥拉柜永远就是朝向耶路撒冷的方向，朝向西墙的方向，朝向他们过去圣殿的方向。所以举例来说，这是在土耳其，这是在西元2世纪末，那这是他们的一个犹太会堂，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呢是中世纪的会堂，在当时也有做学校的这个用途。会堂主要呢就是拿来读妥拉、读圣经的地方，倒不是用来祷告，当然现在也是可以用来祷告，但是在以前呢，最重要的角色是读圣经，读神的话语。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他们并没有忘记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是谁，不会因为他去欧洲，然后留了100年、1000年、2000年，然后他今天他就觉得他是欧洲人，然后不是犹太人。没有，因为他们的教育里面一直在提醒他们自己我是谁。那这个很特别哦，这个是在印度科辛的犹太会堂。那这个呢是1730年建的会堂，在葡萄牙。大家看哦，这个呢就是比玛，就是讲台，读妥拉的地方。那妥拉柜呢就在那个地方，然后一定是朝向耶路撒冷。这是1528年盖在威尼斯的犹太会堂，我好像去过耶，我知道这是哪一间。它呢是在一个屋子的最顶楼，因为他们那时候在隔离区，威尼斯的隔离区里面。你看，这是威尼斯的船，所以他们就只好把会堂都盖在家里面，然后盖在顶楼。那在我以哈战伤的那本书里面，其实有特别去解释犹太人的这个流亡的历史，然后也有提到威尼斯的这个部分。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买那本书来看。那这是1878年盖在波兰华沙的犹太会堂。好，那边呢是放妥拉柜的地方，这边呢是它的入口。
那这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有的，在埃及 Alexandria 的会堂，但是这是19世纪重建的。那这是1573年在立陶宛的犹太会堂，这样就有在会堂里面的感觉。这是犹太人早晨的祷告，他们都会用这个 tefillin， 就是绑在身上，因为在生命记里面有说，就是你要绑在手臂上，戴在额上为记号。那所以犹太人他们就会做 tefillin。那这个传统一直都延续下来。最早在那个昆兰洞穴就有发现，就是他们这个 tefillin 的文物，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耶稣时期的时候，犹太人就有做tefillin。这是比较现代的艺术来表达12支派，犹大、吕便、便雅悯、但、西缅、希伯伦、利未，然后加德、艾撒卡尔、约瑟、拿弗他利跟亚舍。犹太人他们流亡在欧洲，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神的话语，所以基本上你在每一个犹太社区里面都会看到犹太会堂，以及像这个犹太会堂里面会有的妥拉卷。那这种布的呢是 Ashkenazi， 就是东欧的犹太人，他们喜欢用布来保存他们的妥拉卷。那 Sephardic 就是西班牙那边的犹太人，他们喜欢这种硬壳的，很酷哈。然后里面这样子打开来，就是希伯来文写的妥拉。然后欧洲的犹太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法院系统，他们自己审判自己的人，然后还有处理什么婚姻的事啊、财产的事啊。就是虽然说他们是住在欧洲的某个地方，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系统，是独立于欧洲的系统的。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德国柏林的犹太人，然后他从小就是念这个 Yeshiva 犹太神学院，然后他后来很年轻就成为了那个他们北定就是犹太法院的一员。他们好像是整个柏林是5个人负责，他是其中的一个，然后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那这个是1675年在荷兰的犹太会堂，那这个同样呢是放妥拉的地方。然后这个是它的门口，长这个样子。这是1710年荷兰犹太人使用的哈加达，就是逾越节的时候用的书。那这是13世纪犹太人留下来的 Mazor， 就是犹太新年会读的书，这本还有这本是原基。那这个呢是复制的9世纪的祷告书，这本只是复制的。那我觉得这是蛮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欧洲1000年、2000年的时间，他们没有丧失掉希伯来文，即便说因为希伯来文很神圣，所以他们只读只写，但他们不说，但是这个语言还是存在的哦。然后也会因为他们当地的语言跟希伯来文加在一起，然后就衍生出另一个新的语言，像是在欧洲东欧那边，他们就有异地絮语，那它这就是德语跟希伯来文的一个结合。那 Ladino 是另外一个语言，它就是西班牙文以及希伯来文混合出来的一个语言。如果你们还有想到其他的，也欢迎补充。那这个呢是圣经手抄本，叫做 Aleppo Codex， 它的年代是西元10世纪。它其实是在以色列这边写的一个圣经手抄本，但是后来流传到其他地方，最后再回到以色列。那这只是证明了，就是犹太人一直都有活在现在以色列的这块土地上，即便他们是少数。那其实这一间博物馆呢，它去年的时候新买了一个珍藏品，是 Codex Sasson， 就是另外一个圣经手写本，是全世界最完整、最古老的圣经手抄本，就在这个博物馆的地窖里面，因为他们怕就是有火箭炮打过来，然后就是手抄本就没有了，所以目前呢，它展示的是抄本的复制品，那可是它有真迹，就在它的地窖里面。那总而言之呢，做一个结论，现代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到底是不是2000年前同一批从耶路撒冷流亡出来的犹太人？
那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当然是这一群人的子孙，不然他不会有一样的就是习俗，他也不会就是有保存下来的语言，也不会有这些文物，那这些都是铁证啊。你如果不是从这个家出来的人，你怎么可能会知道你的祖先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有哪些吃饭的限制，有哪些就是安息日必须休息的限制，或者是一些传统上一些就是只有在犹太人的族群里面才会有的这些习俗，你不可能知道嘛，所以你一定就是来自这一个家族的。那至于说你的家族里面有没有可能是跟当地人有通婚，那就我刚才说的，如果他这个地方他基督徒跟犹太人他们的族群的限制是很明显的，那大概就不太有可能有一个很高的比例，可能那个比例就是比0多一点，因为不可能是0嘛，就连圣经一开始连大卫的族谱里面就有很多根本不是希伯来人的一个比例，就连摩西他的太太就已经不是希伯来人了，所以呢，就是通婚在这个犹太民族里面，它不稀奇，它也已经有很多的先例了。你看路德啊、喇合啊，这些全部都不是希伯来人。可是呢，神对这个民族的计划不会因为多了这些外邦人的加入，然后就丧失了他对这个民族的心意，不会啊。所以这个民族他也没有忘记他的神，接近2000年的时间，他们流亡在异国各地，但是他们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他们都一样的去持守着他们的信仰，然后也都知道自己的犹太身份。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然后他们才从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回来。有些人比较早啦，但是1948年那是一个转捩点，因为从那一刻开始，他们又重新有了自己的国家，然后又回到了这块应许之地。所以我给的答案就是 OK， 如果有人还是要继续说犹太人他们是突然虚构捏造出来的一个民族，那我会觉得这也太厉害了，因为他是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民族的存在，而且他们都共同的说他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就是在以色列这块土地，所以这是我的答案啦，就是给大家做参考。那也是就是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到以色列的话，可以继续看这个土地上有这么多的证据，不可能这个犹太民族是虚构的。那最后，再邀请美角妈妈来讲一下，犹太人他们是可能是虚构的一个民族吗？我觉得说用我们自己的短暂的眼光，其实我们没有资格去解释或者论断，或者为任何一个民族去下结论，因为我们是很短暂的人类，又活在我们很短暂的人生，又活在我们很短暂的眼光里面，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来说现在的犹太人他存在不存在，或者说他是不是。那我觉得说重点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谁是，因为在审判台前是用上帝的标准，不是用我们的标准。那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那个时候就在让他们在身上立下了割礼的记号。那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是你自己生的，包括外面买的所有的奴仆，不论是自主的还是为奴的，只要是属于你家里面的人都要受这个割礼。也就是说，当亚伯拉罕他行这个割礼的时候，不单单这个约是在亚伯拉罕的族裔里面，也在属于亚伯拉罕的一切的这些这个大家庭里面。所以我觉得说上帝在认定谁是属他的子民，或者说谁是犹太人，我觉得说重点不在于我们现在的解释，而在于神的解释。然后在后来，包括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了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在以巴路山跟他们讲到神的约的时候，也是对着那个时候跟着一起出埃及的人，然后神所有在申命记一切的吩咐都涵盖了愿意遵守这个约的百姓。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开来，并不是在写意里面是的才是，
那其实我们今天，我也不知道人类到底现在是6000年了还是多少年了，但是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族裔，你今天你的血液里面100%流淌的都是你祖先传统的血。我们一定在我们的祖先里面，他曾经去过哪里，他曾经跟哪里有婚嫁，他曾经跟哪里有联姻。但是如果今天我要说我是汉族的，我要说我是满族的，说我是回族的，我不管说什么，我觉得说当我认定我是什么样族裔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有我的历史根据，但是这个根据不一定是血裔的根据，而是历史的根据。我可能从我的族谱里面知道我的来源，可能从我的这些祖先的口述里面我知道我的来源，可能从相片里面我知道我的来源，但是从血裔里面，或许我只有，如果我的汉族，我可能我只有20%、30%，但是我今天如果说我要去是汉族，我是根据我今天的文化传统或者我的认知，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今天来讨论犹太人到底存不存在，到底现在的以色列人是与神立约的那个以色列人吗？现在的以色列国跟以色列人，那他们是神的选民吗？我觉得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神的眼里面，神已经与亚伯拉罕立约，而保罗自己也是说到，我们如果说在心里面受了割礼的，我们也是以色列人，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也是一种认定，它不是一个血裔，它是一种认定。所以你是什么样的族群，其实是一种认定。就好像我们今天接受了耶稣，我们说我们脱去旧人，我们换上新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这也是一种认定。所以它本来它就不是以血裔来看待，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尺能够放宽一点，重点是我们怎么样看待神在借着以色列这个族群来证明他是永生的神。他在历史里面，他从古时就言明未来的事，他从古时拣选了以色列，一直到末后他还要用以色列来证明他的存在。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是跟以色列人一样，一起来见证这本圣经里面所写的神，他是永活的神，他过去怎么说，他今天怎么做，他未来要怎么样成就，我们都是在这个历史舞台上面的见证人。谢谢美角妈妈，大家拜拜。